我自己认为可能就是让大家嘛，观众啊，然后我们其实都在不顾一切的去完成某个事情，就比如说就是开演唱会啊，可能我们都是在为了某一件事情而去不顾一切的去做，就是让我们不顾一切，就是比如下雨有伞不打，就是不顾一切嘛，不怕雨水的冲刷，也不怕那个伤病的侵略，对，就是不顾一切的，就是拿着伞冲在雨中，但是不打。觉得呢，就是不要在意其他的东西，就是做好自己，不顾一切的往前面走，一定要一起加油努力，我们一起。对我来说，能让我不顾一切的应该就是自由。为了自由可以放弃一切，自由这个东西就很珍贵，我觉得高于一切。就是青春嘛，只有一次，就是要不顾一切去闯一闯，不留遗憾。就不顾一切，就像比如说有时候下着雨，我要穿着卫衣下去打球，就是放下所有，不顾一切往前冲嘛。首先让我们这3个字其实可以适当的省略掉，这其实重点是在不顾一切，不顾一切嘛，反正就是首先就是不畏惧嘛，不畏惧一些困难啊什么的。怎么来形容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一个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东西，然后可以让大家去学习的一个东西。不顾一切，就是感觉很多时候都会说这句话，很多语境下，就比如说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种心态，就是抱着这种不顾一切去拯救大家的这种心态吧。然后这是比较大的层面，小的层面可能就像比如说明天要体育考试了，然后就是不顾一切往前冲吧，这种感觉。不顾一切就是可能会就不让我们有这么多的顾虑。不顾一切吧，就是有得有失吧，感觉就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然后去放弃某些东西，就是不顾一切那种精神。这让我们不顾一切呀，字面意思来，或者你说就是你为了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不管做得如何，向前冲就行了。感觉挺平淡的吧，现在可能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因为其实感觉这次感觉比上一次还要赶时间，就感觉就先挺过去吧。就是还是有点慌，因为这次准备时间比上次还短，然后节目比上次还多，好像。什么区别变化？就是努力，就是做好吧，没什么变化，就是感觉更疲惫了一点。反正就是觉得什么叫更轻松、更放松一点？舞台上面应该会吧，就是演出的时间就离得很近，然后就是感觉跟家常便饭一样，就是感觉可能就会更适应，就是很快节奏的，就是上舞台。没啥变化，心如止水。紧张有什么用呢？不紧张又有什么用呢？可能稍微要疲惫一点吧，还没有完全的缓过来，但还是会尽力的。大一的大一动一大一大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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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不对位置。就是这次时间没有上次多嘛，所以这个心态就是可能得加快的调整到那种要进入表演的状态。可能昨天才就是可能稍微找到一些，就是没有上次进入那么快。就是他，比如说，假如就是说蚁人他心情比较郁郁，他就是那种比较就是那种小调的和谐。然后呢，比如说，但是呢，他可能外面的环境就是可能不是完全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阳光什么，会有一些反差那种。有区别，我感觉上一次准备的要充分一点，表演的每个方面都可以顾虑到，感觉表演起来要轻松一点。这一次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然后很多节目也不是很熟，虽然不是很熟嘛，但是只要注重表现就行了。
其实2次也就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心态比上一场更加放松，因为上一场第2天的时候感觉已经挺享受了，然后呢也只过了2周嘛，所以说现在也没有特别紧张。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更加激动，然后也更加的就是慌张，就是比较紧张啊，毕竟时间已经1分1秒的过去，对吧？然后激动呢，是因为每一次都能和大家见面。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折。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就感觉要轻松很多吧，因为毕竟也演过好几次了，然后呢，这种比较大的场面也算经历过了吧。然后其次就是这次压力呢，可能相对于上次也小一些。向6，记住吗？记住吗？也行。向3，2级，1、2、3、4、2、3、4、2、2、3、5级，2、3、4。心态可能没有上一场那么紧张了，但是还是非常紧张。感觉好像上一场演唱会就在昨天，感觉这次挺紧张的，比上次更紧张了。然后再就是心里有点没底了，就是可能准备时间有点少。上一次可能有一些表现的不太好的地方，然后这一次就想改进一下。更放松，主要是想的是哪里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完事儿想的是哪里自己要设计一些小东西什么之类的。音乐想的都是些怎么把舞台做好，想的不是说什么好多节目，好多人，这些就是享受舞台吧。现在感觉不紧张了，不紧张之后呢，然后更有信心了。你要快，你后面肯定弹不了。再到这里，对，没有那么多。感觉怎么样？这次的舞台？感觉比我们上次要小一点。知道后面几天的安排吗？知道。下一个就是我。很多，挺多的吧。因为其实就比如一些唱跳啊，还有我们那首新歌，
因为新歌其实我们才前2天才录，就很赶，然后我感觉有种可能会忘词的感觉。逃亡公路算吗？毕竟是新的原创的节目，就比较喜欢。自己的歌肯定喜欢吧。刚刚没有听见。明天就要演了，逃亡公路也挺有挑战性的。昨天 demo 才下来，明天就得演。就这次因为时间很赶，所以说可能一些程序都走得比较晚，有一些东西来的就，但还好，习惯了。特种兵式排练，你知道，没有什么现在能让我感到焦虑的东西。逃亡公路，因为毕竟说唱嘛，让我们不顾一切去逃亡、彩排，包括最后那个连排，所有舞台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最放松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舞台和其他不一样。我就感觉这个表现的比较轻松，而且感觉收放自如吧。其他的舞台就精神有点紧绷了。虽然这个词我其实也没太记住，但是记得大概，然后主要是唱说唱那个感觉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觉得这个舞台就相对来说要好一点。无论是掉你背，后倾倒于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无论是掉你背，后倾倒于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Tell me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I'm doing right, don't you tell me nothing, tell me nothing。走嘛走啊，人向前不留疲态，说走就走，不需要期待，即使在陌生地带。做这个歌曲是我们一次别样的旅行记忆给我们的灵感。旅行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车上。他们在这公路上，所有人都没有怠惰。快到终点，搜索街边的负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白天到晚上到凌晨，我们所有人就一会儿在车上发疯，一会儿又在玩游戏，一会儿又都睡着了。让灵魂自由飞翔在天边。无论是掉于你背，后倾倒于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无论是掉于你背，后倾倒于你 face， 还会在休息站里搜刮所有的零食。最后到海边的那天，我们去吃了东西，骑了车，玩得真的很爽。I'm doing right, don't you tell me nothing, tell me nothing。上车不？上车不？走噻，多少钱？50，背包还。Let's go， 未来没有荒废，好坏本来相对。一开始就不想把这个调子写得很沉重，生活就是要随机应变和享受。整个旅行下来，其实我们虽然看起来很狼狈，但是很开心，因为和兄弟们一起嘛。所以旋律和词曲都是觉得只要大家在一起，再多的困难也总能克服。我们一起逃离到对岸，不想逃避，不想被溃烂。无所畏惧是我的水准，找到真实的自我。I be myself， 还懂得什么是未来，拒绝悲剧是精彩，所以一切都控制不了，只需要你耐心等待。明天一样是会。
存在，我只要自由自在，问逃亡在公路，追求在眼前。是在说离海尽头，与海平面平行着走，想再次模糊视线的焦点，让灵魂自由飞翔在天边。我的心跳你背，后心倒in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笑丢在 freeway。我的心跳你背，后心倒in你 face， 我们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笑丢在 freeway。Tell me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I'm doing right， Don't you tell me nothing，tell me nothing，yeah。然后还有一些唱跳啊，比如说亚米啊这种，可能就改了几个版本吧。然后呢，其实更多应该是一些舞蹈吧。最喜欢的可能亚米吧，对。但是，哎，怎么说呢？我感觉主要是当时那个舞也没就学了好几个版本，对，然后每个副歌也不一样。所以感觉没什么好期待的，感觉就是很混乱当时。但是现在就是最后理下来的感觉是大概清楚一些了，对，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混乱。这应该会好一点，说，然后正好就是也是我偶像的歌，我觉得就是也挺喜欢的，对，很期待。就我觉得这次的每个舞台都具有挑战性。对，最喜欢的舞台啊，可能就亚米吧，这首歌挺好听的。最有挑战性的就是亚米，因为这首歌比较难，因为跟它这个主题相关嘛，就是它比如说它那个大屏幕会倒一些就是元素进来，比如说这段是要可爱一点，或者这段是要就是什么性感一点什么的那种，就是反正它会有一些变化，会比其他的这些节目层次要多一些。还有乐器，我们这次有那个乐器大秀嘛，然后其实因为也是有点匆忙，然后呢感觉也没有练得很熟，可能会有失误。自己的拍没有状态，别人的拍也没有状态，不要光盯着自己的弦，盯着自己的琴键，一定要去就是这样夸张身体，然后肢体都要去帮忙，把这个状态打到最大。然后老师到时候会给你们投光，你们自己的部分就只亮你自己的光，那时候是特别燃。万众瞩目，只有一个人在那儿，你就是最亮的那颗星。你们，我们拿出来再来一次好不好？都蛮有挑战性的，准备到就是可能。反正就是不充分嘛，但是都准备下来了。可能乐器大秀吧，因为感觉那个就是特别的难，感觉那个特别速度就是特别的快。先不要大，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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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就从来没弹过就是那么快的速度，而且就是在来大连前几天学的，我感觉脑子都快要烧掉了。哒哒哒，手拉手拉，对，软咪嗦，软咪嗦，对，就是。对我来说，最有挑战的应该是那个乐器秀，因为弹吉他 solo 是挺难的，因为我以前接触这方面的也比较少，然后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且学的时间也很短，就是前2天学的，然后可能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学的，然后时间也比较紧促。最喜欢的舞台Butterfly 吧，因为感觉这首歌非常热血。在无限梦想眼神冬眠，纵然世界在虚假多变，不应该一般欺骗，熬真的过去过了像。然后呢，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其实也希望自己的情绪啊，包括也都能兴奋一点嘛，因为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可以燃起来。Butterfly， 就是主要是我跳得很嗨，到后面可能就是没有力气唱了，比如但丁一直在滑，在无限梦想眼神冬眠。Butterfly 应该还可以，就是他乐队节目。然后我第一次打那么快的165偏本是我第一次打，然后有很多花也是难度比较高的，能那个打好了还是蛮不错的，就很有氛围，因为它本身也是数码宝贝的里面的一个歌曲，受众比较广，大家一出来都听过这歌。我感觉这个比唱跳难度高，有点难。打完这一通鼓下来，可能跟洗了澡似的。这么可怕吗？很累，算最难的。165的速度，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打过最难的了。然后小宝肯定更难。我知道说弹到如果是最难的，那都是最难的。跟不上元素，跟都跟不上吗？跟不上。加60。我也是，我是95能勉强顺下来。solo 反正就对着弹嘛。对，我们两个交叉走。可能我走到这边，你走，我再对着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讲述的一群被选中的孩子去到一个被数码病毒侵入的世界，不断进化升级，去解开控制这个数码世界的谜团。现在马上只想赶快和你见面，烦心的事放在一边，如果忘记那也无所谓，已经没有多余时间可以浪费。
这个音乐真的很热血，就是一开始就感觉你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然后背负着重大使命，用自己的能量开始震碎这个世界的感觉。而且你始终是有一双翅膀在的，翅膀轻轻一扇，就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下子又让人联想到了之前的蝴蝶效应，一点小小的力量，在这个之后有着连续的、重大的、深远的影响。仿佛蝴蝶展开双翼，一路迎着微风飞行，直到我和你相见约定不再分离。对你倾吐我的心意，没想到你真的愿意陪着我一起沉醉在幸福的旋律。好像有喔喔喔喔喔，什么声音悄悄从这街角响起，而现在喔喔喔喔喔，不想再空等，让憧憬变成泡影。在无限梦想眼神后面，纵然世界在虚假多变，不应该隐瞒欺骗，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太可怜。相信希望有天会实现，珍惜难度和重重考验，朝着梦勇往直前。Oh my love。想要输给自己，有你的美丽记忆会让我更努力。相信爱永远不会窒息，即使偶尔会遇上难题，一定能化成唯一。Oh yeah， 在无限梦想眼神后面，纵然世界再虚假多变，不应该隐瞒欺骗，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太可怜。相信希望有天会实现，珍惜能度过重重考验，朝着梦勇往直前。Oh my love。大概吧，因为这个也算是经典重现嘛。然后呢，其实这一版就是我们也怎么说呢？相比上一次，就也是改了一些比较微小的地方。虽然说改的不是很多，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挺喜欢这首歌的。我觉得我蛮多节目都挺难的，主要是每个节目都有那么一两句很高的音，比方说小公主的那句守护你，
再也不理。为你我愿意飞到宇宙尽头，对着世界大声说出我爱你。然后比较喜欢的舞台就是我复刻了之前的那个小公主，我比较喜欢这个舞台，因为上一次唱歌的时候还是很小一点，然后现在又唱的话，就感觉那种回忆涌上心头啊。然后再就是这歌确实对我来说唱起来比较舒服，然后所以说比较喜欢。然后再比方说杀破狼，他们知道你是你让我找回自己，就这句也挺高的。再比方说情非得已，就后面转调了嘛 ，C 调转成 D 调。把我心里会爱上你，不该让你紧扣的猜疑。那这个呢？挑战性的舞台就是那个乐队了，情非得已。情非得已特别有挑战性，因为呢时间短，而且它的内容很复杂，全都是离调的和弦。我竟然又会遇见你，我真的。先听一下前面两个，你看啊，你们既然要想玩乐队，就自己玩乐队又不跟别人，你要说别人玩乐队我跟不上，他最后一句的手都打冒火了。他为什么这么断？后面有最少3个 program 的东西跟着一起唱。有这样深入爱的事情，你3个全没给我压住，那他这个噔踏噔踏噔踏不白打了吗？对不对？好，再听。连名带姓也挺有挑战意义的，就这首歌就是很难把握好那个力度，就有的时候高音就是有人用力过猛，但是又要收，就当时练的时候，就我们两个就必须得特定自己怎么练。原来这好像是更高的。刚刚你都是唱括号，那换你唱一次括号，然后这样子，括号就是不用唱，括号说唱可以唱。你唱个低的，拆穿我，拆穿我，对，是你在拆穿我，拆穿我，对吧？啊，对，写下来。做你人的。
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的么想，再被你提起失恋冰带心，往城市有一句疏远的可以，我节哀节奏，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有错过，就别再回头。因为一直那个表情管理都没练好的，当时就是我坐在那个凳子上，我必须得双腿打直，然后歪头，闭眼。所以这个歌是我所有曲目里背歌词背的最快的一个，因为我没法睁开眼睛看歌词，就是我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唱，然后就导致我这样唱才有那个感觉，就不知道，因为当时上课的时候可能就摆出了这个姿势，然后唱到这段的时候就是这样唱的。我是怎么走啊？我从这边走下去吗？对，从前面。我什么时候过去坐下呀？是不是搞忘了我这个？吓我一跳！第一段副歌就走过去坐下了呀？干嘛？可以啊，可以啊。脚踹了呀？啊，好了，知道了。我开始吗？要纯测吗？要纯测吗？就对着这边。再被你提起失恋名带心，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中，就是不管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节哀节奏，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有错过，就别再回头。双人舞，昨天才把舞学了。时间真的还蛮重要的，如果想把一件东西做好，就现在感觉就很像在保证数量，然后大家都尽力的做着，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家都尽力，但是因为时间它确实就摆在这儿，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我们，大家该熬的都熬着的，再扛的也都扛着的，但是你知道吧，时间它就只有那么10多天。Baby girl say OK OK， 是地雷见我用提问做回答，我鼓励彼此慢慢欣赏。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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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哦。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是 battle 嘛 ，battle 又是章子怡和张吉，然后他们两个就可能这是一个声乐 battle， 然后又是这种弱打强，然后就是看有没有机会战胜的那种局面。对，局面没有任何变化，可能只是我和左航表演的节目，就表演的这个节目的元素可能跟另一个那个和朱熹那个全大走有一点区别。然后右脚都是右脚，就和上一次心态一样的，就不把它当成 PK 了，就表现好这一个舞台就行。就我都没有想到这个双人 battle 舞台有我，当时是跟我说我和左航一个舞台，我们俩以为是说唱，我还有点激动，结果发现 battle 唱歌，然后就这个心情起伏还挺大的。又得准备编曲，又得编舞，又得学舞，然后又要把一些乐器各种东西排练起来，合到一起弄，还得彩排。作为一个正常的舞台来说，我觉得上次不是也蛮赶的吗？但是我觉得哪怕用上次的时间成本来做这一次，我觉得都会好很多。但是真的这次太赶了。左航当时说，他说我们两个平时本来的那个应该是战友，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就感觉有一点不对劲，就是感觉这些动作有点不对劲。这个真的有点奇怪了，两个男的，我不敢，我就感觉有点奇怪。反正我记得之前排舞的时候隔这么远。老感觉放弃都下了，但是没得行，怎么有点急，有点急。哦，懂了，我再来，我告诉你。时间来得及，我知道啥的。他都一下子在这，对。还行，没得那么急，没得那么急，得不得掉那个？那个应该不得掉，应该很轻那个。对，很轻。可以，我感觉应该差不多那个松紧度。你那啥拉得开，拉开了就直接开。然后呢，等一下还是要再排吗？他那个是直接需要排卡，需要通过。只能会。OK，面对面，拉开，哎，偏台了，对，所以你要找一下中线，你要往这边再拉过来，对，然后找中线，往前，对，然后这里就正常下来，然后你们可以下来。刚刚的感觉都很好，没什么问题，我只有这一下手那个一定要抓上，对。然后还有你们最后那个地方，也能跳错，跳也能跳错，有点理不过来，各位才。刚刚都没跳错，然后还有最后那一段，看不出来刚刚没跳错。这些都承认爱不只是童话，就像是坠入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就深深坠入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
害羞感看着那气氛却说着话，内心在幻想你的每个回答。猩红了的脸颊，时间定格了光，你每个脚步都懂我的假装。我多隐瞒去想你也那种鲜活，我看一场电影，或是你的目光。Hot hot baby we can say it of the 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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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by girl say okay okay 身体力行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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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aby girl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就深深追逐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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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最有挑战的是初支持吧，老实说，这是一个比较青春校园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从来没有青春过，就感觉挺有挑战性的，因为我感觉我看着都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我说看起来，不是内在。盖光是吗？你们听一下开始啊。不是，我不是要跟他对齐吗？不是，直接是个小坨，就是现在你俩是小坨，然后之后黄硕你得跟欧美会对齐的第二个。我觉得最具有挑战性的应该是初智齿吧，因为关乎许多。从这边走之后，右左右左，然后你是左右左右，然后右收 and 不可以上一圈，左右左 ，OK。女团吧，女团是因为太久没跳女团了嘛，初支持。OK， 来你俩记一下，你们是右左上下，右左上下。最喜欢的舞台呢？除了情非得已都挺喜欢的，初智齿吧，因为这是一个女团舞，然后呢是对自己来说比较有挑战性，因为有挑战性，所以说才喜欢。因为是一个不同的风格吧，基本上没有尝试过这样的风格，然后尝试了一下这样的风格，感觉还可以。出来，2、3、4、5、6 ，OK， 这边小动作可以少一点点。1、2、3、4 and 5、6、7 and 8， 1、2、3 and 4 and 5、6 and 7、8走1、2、3、4、5、6、7、8 and 1。无与伦比的美丽吧，主要它是阿卡贝拉，你让我一个不太怎么会唱歌的人去唱一种这么有难度的阿卡贝拉，我觉得还是有点挑战性。只要我稳得住，那应该为大家提供的呈现效果应该是很好的。天上
最具有挑战性的就是那个阿卡贝拉，无与伦比的美丽，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嘛，然后对音准的要求也比较大，然后它需要你就是会听，然后还会唱，这个是有难度的。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无与伦比的美丽就是阿卡贝拉嘛，就是我们当时拿到那个和声的时候有14页，然后也没上几节课，但是其实现在也还好，就没什么大问题，也没什么小问题。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 Get Ugly 呢是他们之前跳过的，那时候我还不在，我还在激战中考，激情备考。然后这个算是我自己半扒的一支舞，自己扒的，然后也不算完全自己扒，就一半别人教，一半自己扒的吧。然后还是挺有成就感，不知道为什么，还希望能和就是大家跳的还原度还是比较高吧，希望还是能有那样的还原度。 花房姑娘也还行吧，因为怎么说呢，也是老歌新唱嘛，完事儿这个风格，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还有点懵，但在那想为什么这首歌会拿来当做 battle 曲，那个编曲出来了之后，其实觉得也还行，就没那么粗犷，现代一点，流行一点。我记得带你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 怎样？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哦，姑娘。
两个头伸出去，然后支持心你在上面，好不好？稍微往下面走一点点，然后你的手可以开始。然后其他人在后面就不要露出来，玩就可以了。OK， 你也做造型。要不要这儿再给你开一点？老师还可以适当再往下再剪一些。往下吗？对，再往下剪，这样。哎，它这个好卡胸啊！对，中间会卡住了，得再往下一点。那就把上边再给它扩宽一点，其实应该就好了。不要太看。还有你这。对，因为我这是要撑伞。对，这个直接扔掉，好吧？就直接扔掉。你俩也得慢慢的抬头，就是他唱那个第一个副歌，你慢慢的降下来的时候，就最后还不是唱一首，但你全部都，你们慢慢的抬头写，你先挠一下，看看，你是让手指动，然后他不会整个手一直都在摁，可能是单手指或者是，我终于真的为你放开手，因为爱到我心痛，当你全部懂我的你对谁的我取代多，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真的爱过我。She got married to a boy like you. She kick you out if she ever fool. How you know how to keep your business clean? We'll 回到这里，我们回到小附近为止。转身之前。对，是这里。您还是哪个？您还是多？他这个烫。
你点我真是配啊。OK no。它这应该会有点烫。是不静电，烫倒不烫。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el myself. Love never been done, much as I love it. Love never made the ground. Tell me something, boy. 大人的吧，大人的。注意状态啊，情绪好一点，自信一点哈，朋友们。我先说最喜欢的吧，最喜欢的可能是彼得潘，因为
挺喜欢这首歌的，而且又是那种穿着熊的衣服，感觉就很享受吧。然后呢，也会给观众带来开心吧，毕竟穿着熊衣服跳舞。最喜欢可能还是这个彼得潘吧，因为彼得潘可以放开了跳，完全不用在意看到我的表情管理。然后整体可以纵身拉开，然后往外打开。老去的日记在墙角被遗忘，翻开被灰尘覆盖了的过往，在那里你还那么耀眼，依然留在里面。过去的画面渐渐都醒过来，心跳也好像那天一样澎湃。可是时间大白赶跑，那一段记忆在心里清晰完好。那天你把心交给了我保存，附上你的亲吻，在你的身边，心就像飞上云彩。我唯一的公主，你比wendy更可爱。是的，彼得潘，离开你有一点孤单，回到我们本来温暖，回忆都还在，我们彼此凝望，微笑都还在。剩下的剩下，比较喜爱这个节目，还有那个 Get Ugly 这两个节目，因为剩下的剩下，这个你问我 why， 因为我喜欢，我特别喜欢。不是，我刚是失误，其实我会。菜！纯菜，大家都纯菜，24K 纯菜。哎呦，做个就算了。预告30，你在无主足球要看跑啊！脱鲁，我更喜欢曼联。哈哈，好，这句话，好，没人抓球。哦呦，你可能个大。篮球，篮球弹琵琶。谁？哦，看，出去2分，篮球2分。出去2分，篮球2分。王一涵。打篮球的我是。中小学生都爱跳的篮球操。
那种，还有那种足球推拿。我之前训练过那个，我也是，我之前训练过那个动作。好头黑呀！我你蹲一下吧。漂了个后脑勺很痒，就蹲下去，是吧？今天刚漂的吗？昨天。黄硕，怎么了？舔干净。哇，那个优美的弧线儿。舔干净。我不知道，看缘分，就是可能到时候又就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或者说就是可恰好就跟他分在一起了。那可能是和张吉吧，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一般是纯唱节目，比较方便。就毕竟我们两个在一起，应该是唱要好一点嘛，然后也有过很多次合作嘛，就是根据之前的经历来说。是都可以，觉得就是只要大家一定能一起完成好这个节目，我觉得就是 OK 的。但是如果就是不能一起就是去完成这个节目，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好，我觉得就是不太 OK。对，我觉得那你也要看类型啊。你看像我和张俊豪两个人合作那双人舞，我俩都觉得这歌很一般，我俩宁愿自己写歌，我俩就是选曲也限制了很大一部分空间。其实这个东西不好说，这东西有很多个人选，就选起来都还可以的。双人舞台啊，不知道。其实很久之前就是一直跟朱日清合作嘛，然后但是呢，到了后面就是感觉没有怎么合作过了，所以我觉得有个机会的话，还是想给朱日清合作一下，因为我们俩毕竟默契也挺足的。那你得看是什么舞台了。如果说唱肯定是左航，哦不，那也要看，就是这个说唱的风格。如果我和朱日清的话，那这个风格可能就偏舒缓一点的了，就是像全拿走这种说唱了，包括这次 Letting Go 也差不多嘛这种。然后我和张子宇估计就他肯定唱旋律嘛，然后我说唱就是这种旋律和说唱的，然后我的左航就肯定就是 trap 了。不，当然也很多嘛，只是说我们两个可能偏纯说唱一点。不知道，没参加过双人舞台，都可以，选不出来。我真不会选，都想选，因为都好。我不知道啊，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相似点，对，然后可以互相的磨合的更好的一个 partner。左航和张俊豪吧，还是选耶？那左航吧，因为之前和他一起跳过舞，舞台上的灵活性也非常的高，感觉可以和我一起疯，一起发疯。我最想和恩仔合作，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只要能和他合作就是荣幸。我选一个，我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但是之前就是跟玉哥就是说要不一起唱点啥，然后最近也挺想跟玉哥一起唱首歌的，有姚雨辰嘛。最想合作的成员是童宇坤吧，因为我跟他都是唱歌的嘛，就是最近发现他声乐其实进步还蛮大的，然后
他就是高音就比较顶嘛，然后我跟他完成歌曲的话，可能因为都是唱歌的嘛，可能就是配合比较好吧。声乐，张泽宇或者苏信浩吧，张吉也行。舞蹈，朱日清和苏信浩，张俊豪吧 ，rap， 2个人的乐队，张泽宇吧，毕竟电吉他嘛。相对来说的话，想跟苏哥、苏信浩合作，因为会想和比较强的人合作。最理想的出道人数是几人？我不知道哪几名。觉得首先肯定是希望自己，然后其他的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因为毕竟还有1年，然后呢，肯定这1年我们要经历，就是肯定感觉应该会经历一些类似于就是出道战嘛。你要说理想，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首先肯定不是全部人，然后肯定也不是一个人，就是现在觉得不想思考这些问题，只想把现在的舞台做好。看法就是要决出最后的出道人选的，所以就是我刚才说过，就是不可能是13个人出道吧，所以说就是在这之中肯定就会有淘汰，就是优胜劣汰，就只有强大才可以继续往前。还没想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出道的话，可能会回重庆，就回我自己的家乡嘛。然后呢，干嘛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上学。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呀，主要是肯定是单数嘛，好排队形啊，好占位置啊，7吧，就是自己肯定要算到里面。那我还是把自己算进去了，想法还是要有的，对吧？这个想争取到的这个位置还是要有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真的很难，老师一个一个说嘛。我刚才不是说和张吉嘛，那就有个张吉，对吧？就是还有一个唱歌的嘛，就是配合起来比较方便嘛。苏信浩，对吧？就是唱跳都比较不错，还会编曲，还会作曲。然后朱日新，长得帅，长得高，跳得好，2个唱的，2个跳的，再加2个说的。张俊豪、左航，就是作词能力非常不错，那就跳雨涵吧，顺眼。女团舞唱的好，就是挺残酷的，就毕竟涉及到淘汰，就是可能队友或者是自己会走嘛，就你提到淘汰这个词就是比较难受嘛，对吧？就你提到淘汰了，应该也不会有人兴奋的起来，就是不会有人比较开心吧，就是还是要有一些压力嘛，毕竟就相当于不是安安稳稳过嘛，就不是你肯定会怎么样，是你面临的淘汰，从你们里面选择，对吧？
就还是要加油嘛，先好好学习嘛，毕竟学习落了挺多的，学习最重要嘛，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可以发展嘛，就是没怎么想过嘛，就是可能以我的性格，可能如果没出道的话，看能不能参加点综艺节目，对吧？就是活跃一点嘛，你就不能啥事儿不干嘛，你啥事儿不干肯定，再加上没出道的话，肯定越来越那个啥。是感觉人，你还是不希望有太多的是人，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也不能说定，对吧？假如有一些人就是我们可以共同进步呢，可能在7个人左右吧，因为还有1年的时间，不知道谁会有更多的进步，谁会退步，所以说没有走到最后那一刻，我也不能说谁就是说谁就可以就是在我的就是那种什么，我认为的就是出道名单上，我自己认为的，就是我也不能说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就是1年中就是来评判最后出道的人选是谁吧。淘汰在我这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说了，就是感觉有时候回想一些就是比如说跟大家一起玩闹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干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感觉就是大家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在有一些就比如说有时候那种考核或者是什么，就是什么说第几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很不喜欢这种竞争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很没有必要，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就是说你唱歌比我好，或者我跳舞比谁好这种，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你非要摆在明面上说，反正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必要，我觉得就是大家心里都清楚，不知道那就听天由命，反正是也是会继续待在这个公司。7最佳出道人选：朱智鑫、张泽宇、张吉、左航、苏星浩、张俊豪、于雨涵。凭直觉和判断和多年以来的观察，没有什么看法。我还有什么看法呢？进行就进行呗，还是心如止水，以不变应万变。我去读书，读书也是一条出路啊，读书是比较好的一个出路了。如果实在不行，我跟我爸学理发也不是不能养活自己，你要这么说。但我觉得读书能读出去的成功性还是蛮大的。不知道，我觉得确实挺残酷的。你像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练习了，做短的也有5年，长的也有6、7、8年了吧。我觉得反正少一个都挺可惜的，就是少一个朋友都挺可惜的。但是呢，虽然这个赛制还是这个样子的，反正我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怎么说嘛？我希望5到9吧。但是呢，我是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每个人他的就是追求和想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吧。我觉得就是我希望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具体我朋友他们心里是到底是怎么想的。反正如果我的朋友们心里就是只要我们是站在一条线上的，那我希望就是和我站在一条线上的朋友都能出道。就是一直想就是想进步，然后就是有这么一颗心吧，就是所谓就是初心吧。能在这条线上的朋友，我都希望他们出道。只能说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确实，我真的挺残酷的。这个说实话，淘汰制这2个字听起就难就烦。我如果不出道的话，就过普通的人的生活呗，就回去跳舞，然后考个大学，然后回去找个工作。7个吧，我7个我还有把握一点，5个我就没太有把握了，因为我就是感觉就是在这5个当中还是有点距离的，就单纯只是觉得不好说。反正我对7个人还是有点把握的，5个人就不太有把握了。那你得看你淘汰几个，如果你突然淘汰个8个啊，不，你淘汰个7个，那我有点慌。一场淘汰一个，那就他这个就只能促使你每一场比每一场都要表现得好，这样才能保证。当有这个淘汰制的时候，最不该的就是心慌，因为心慌就很容易潜意识让你觉得你就是会被淘汰的那个人。如果你不慌的话，可能还会表现得更好。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该染啥呀，我就想整脏辫儿，染头发也不是不行，但是所有人都染，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就感觉太花了。
当时给他说想弄拉美卷，被拒绝了，因为说两边不能剃。现在其实已经剃到最薄了，已经到他们的最小限度了，已经。回学校上学，反正不打算做艺人，因为我感觉还是有，也不能说艺人吧，你得怎么看这个东西啊？如果我还是要就从事这个艺术行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不会像现在这种，就是又要唱又要跳什么的，就不会做爱豆了，可能写写歌，我也不知道，我其实也没想好，但是我妈就说回去读书，但是不知道我到时候回去读书还能不能行，因为太久了。我每次天天想，好不好？也不是睡前想，就是如果你提到这个，我肯定也会想到。其实因为平时太忙了，现在也没怎么想过，就是以前可能害怕。我感觉7到9吧，朱自清、张泽宇、张吉，还有左航、张俊豪、苏俊浩、恩仔、陈天润，还有一个戴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为什么呀？因为比较均衡吧，我就觉得挺突然的吧。因为我就才来公司不久的时候，每次月考老师都说就是1场月考淘汰一个什么的，但是呢从来也没有当真的淘汰人吧，因为当时还是很紧张的。那现在就说如果真的要淘汰还是很紧张，因为都到这个时间点了嘛，而且我们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是有点不熟，普通人，然后到处浪，就玩啊，到处玩什么的，然后找一份正常的工作，我不知道，今后再看吧。8到9，因为肯定还是先希望自己能出道呗，然后8个那肯定是前面这9个加上陈天润，对，但这个为什么说是8到9？因为有一切不是我能决定的因素，这不是我能单的决定的因素，但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当然人越多越好嘛，因为大家都朝夕相处这么多年啊，你说没有点情感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现实的原因那没办法，但我也期望我自己能出道，所以说我可能会选8到9，反正也希望自己努力吧，这个也不是就是空口就能来的东西，我怎么看我纯有病的，我反正对这个东西是极其厌恶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既然有一种客观因素存在，那你别让我们主观因素在这儿干扰我们，你说你淘汰谁你自己心里都过不过去啊。那你说你成团出道之后，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如果我成团出道了，然后我还把别人淘汰了，那你觉得我心里会怎么想？这个方法不好，能接受，这是我能接受的，至少说是你自己凭自己本事反馈到市场，市场反馈到你的一种，就是你体现你自身价值的一种东西。如果一个人持续有这种高输出然后高回报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还是归根到底还是看自己啊，对吧？反正源头都是从自己，然后再循环回自己这儿。如果出不了道，那还能怎么办？反正就当一个平凡人呗。就是作为一个平凡人，首先你的私生活肯定不会受到干扰，然后你的快递也不会被偷，你门口也不会被录音，然后你的电话也不会每天都会被拨通，被打也不是拨通，被打就会一直来干扰你。然后你的家庭住址啊什么也不会有人来烦你。其实这样的世界挺美好挺亲近的，只能说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做一个平凡的人，贡献一份平凡的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就是6个人吧，朱日新、苏俊浩、张泽宇、张吉，然后是玉涵、沐橙。没有理由，就是觉得这样搭配挺合理的。淘汰制好啊，就是很合理，就应该有残酷的竞争，那到时候再说呀。我现在怎么知道呢？我确实可以给自己留几条路，但是呢，我现在如果就去思考我不能出道该怎么办，那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你现在问的话，那我也挺迷茫的。我觉得最佳的人选应该就7个吧，我们师兄也是7个，然后7也是一个就挺标准的。这个说到人选，那就前7吧，行吧？为啥没有我？还在努力中吧。
可能淘汰每一个人，我感觉我们心里或者都不舒服吧。万一那个人是我呢，是吧？出道按我的排名来说，是吧？这个问题我肯定想过，还是得先把文化提一提，然后考试啊，或者是其他的。我希望是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兄弟们都能出道。然后比较合适出道的人选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由我来评判，应该由专业的老师，然后或者是粉丝朋友们去评判，究竟谁适合不适合。应该算是意料之中吧，有点害怕。虽然说是我希望是所有人能一起，但是实际上可能不太可能。然后对于这个淘汰制呢，我个人有点就是挺害怕的，紧张吧，可能就是紧张害怕，然后感觉那一天已经不远了。继续读书吧，毕竟还是作为一个学生嘛，但是声乐这方面可能还不是太想放弃，然后可能以后会考虑什么参加一些音乐考试。7个：朱志鑫、苏云浩、我、张泽宇、张杰、张俊豪、玉涵。我感觉7个会好一点吧，反正就觉得7个会好一点。可以啊，没意见啊，这是迟早的事情嘛。优胜劣汰也很正常，也不是说咱们关系好，咱们就说也不争了，也不抢的。这也不是，就是说，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嘛。我说呢，反正就是大家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就是关系很好，但是也该竞争的竞争。然后淘汰制的话，怎么说呢？就不光只是说淘汰这个事情吧，就因为如果真的淘汰制出来了之后，也会更加就是激起大家的怎么说动力吧，就是可能也能逼大家再进步一把。我想去当个歌手。然后转型成演员，没有，我想的是当歌手是一回事儿，然后上综艺也是一回事儿，但是唱歌嘛，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机能也会下降，到一定年龄，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就不唱歌了，就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可能20几岁吧，早一点的话24、25，晚一点的话27、8，就去演戏，因为就是到时候是看，反正。如果真的有这个安排的话，肯定是两个都有的，只不过说是比重的问题。演戏嘛，当演员这个很长久，到了100岁，你还能，人家也会请你说你去给别人当个爷爷。我声乐和表演都很喜欢嘛，处女座，就是圣诞奇幻夜。我认为是5个，第一个是周志新。第二个是张泽宇，然后是苏信浩，然后张俊豪，还有我。首先，周志新是颜值非常高，然后门面嘛。然后第二个张泽宇人气比较高，然后唱歌挺不错的。然后第3个苏信浩比较全能，然后第4个张俊豪属于 rap。我当然是觉得。不想有人被淘汰吧，但是现实又比较残酷，然后我就觉得呢，如果有人被淘汰了，也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如果不能出道的话，计划就是走一个歌手吧，就是创作之类的。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凭我自己努力应该是可以的。
场。来，好了没有？好了。你麦呢？你麦就这边。先生，看房吗？先生，女士，看房吗？还没有，因为还没时间想。回家呀，我都到家了，好好休息一下嘛，吃点想吃的，比方说那家小区里的炸串，贼香。然后有点想吃那个板面，我爸做板面，贼香。可能想要出去玩一玩，看一看这个世界。准备回老家去过过悠闲的日子，好好的放松一下。我问于涵来不来，于涵说他说可以。我就想休息，然后吃几顿好的，然后陪朋友们去外面玩一玩。就想出去玩，想好了，但不方便透露。就想出一次国，但是也不会去很远，想去看一下风景。有，先回家玩2天，然后呢再去找左航，他老家玩，他邀请我他老家去，他说我多久去都可以，给他发信息就行。玩3-4天吧，
要学习，高中嘛还是挺重要的，对吧？然后所以肯定会补一下子那个之前学校的发的一些网课什么的，稍微的补一下，然后可能重点还是在放松，就是休息呀，就是一直不停的休息，休息到上班。演出完当天晚上就要看球，利物浦对阵切尔西英超首轮，第一场演出完怎么敢看呀？就是这种最难受了，就是第一天演完你还不能放下心来，就是还得等到第二天。去看我偶像的演唱会，林俊杰，就是能放松几天，然后希望能放松几天。然后听说我们那边也开始军训了，然后说不定还要回去赶开学，回家休息，找我老师摆一摆，找我哥出去打台球。结束以后不是要放1周假吗？基本上应该就是待在家里吧，然后练练琴啥的，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嘛，1年嘛，然后呢就认真练习一下自己的特长这些。自己的节目比较喜欢的可能是《成名在望》，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旋律就是它感觉就分了很多个阶段，就是讲述了在这个路上一路上的不同的经历。我觉得就是歌很好听，所以很喜欢这个舞台。夜的尽头点着亮，可是你在望，如果只想，如果你心是种信仰，又怎样？它是墙，这个是墙，然后转身拉第2个人上来，然后第3个人上去的时候也是接一下，你们这边也是自己分一下顺序都可以。然后你做什么？对，然后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它是个墙哦，它不是阶梯哦，它是墙，你们得爬上去。找一个和弦开始唱，那故事遗忘的时光，起点是那平凡的成长，或初学吉他时少年们的模样。那一年的舞台没掌声没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排练时的日夜在沉沦在激荡，以音量去吞噬无退路的彷徨。那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可会亮，那成名在望会有希望，或者是无知的狂妄，那又会怎么样？那又会怎么样？混迹过旧场的主场，才读懂人心的寻常，背负过音乐界的重量，才体会每场仗都将来场雨凉。梦是把热血和汗与泪熬成汤，浇灌在干涸的贫瘠的现实上。当日上的重量让我们不反抗，到底后才发现荒地上渺茫希望绽放。穿过了摇滚或糖霜，媚俗或理想，批判或传唱，道路上只能看远方，最远的地方，应许的塌方，不停冲撞。看过多少连排，看过多少连排，飞过多少异乡，飞过多少
少一想。少年早已苍茫，少年早已苍茫。回头望，回头望，我在何方？一站又一站的流浪，那里光和空港，一遍又一遍的采访和攻防，一双又一双的目光，像监狱和高墙。城里的风光是不是如到处想象？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可微亮。那成名在望，是否风光，或者是疯狂的火光？那又该怎么样？那又能怎么样？我梦到当时我们翻过墙，满土落花，年度绽放。我们光脚越过人间荒唐。We still be but strong， 放学的屋顶像万人广场，从不落下，只是夕阳。少年回头望向我。这个舞台其实在我们呈现的时候，音乐还修改过一次，所以调度也是更改了几次。但是这个音乐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并且歌词写得太好了，很多的歌词我们也都能一下子带入自己的一些经历。其实做练习生这5年，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多内心不敢确定的东西。比如开始的2年，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机会见到大的世界。后面的3年又因为特别的时期，大部分的记忆就在屋子里，对外面的世界都没有什么概念，就是在等着时间往前走，一直等下去。那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可会亮，那成名在望，会有希望，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我觉得我们都很无知，因为见到具象化的人和事都太少，因为做的一些梦都太远。其实成名是什么概念呢？怎么样才算是成名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么久了，最后只会变成一个执念，最后有没有实现，就看我们一群人的命运吧，不顾一切去做就行。我梦到当时我们翻过墙，满土落花，年度绽放。我们光脚越过人间荒唐。We still be but strong， 放学的屋顶像万人广场，从不落下，只是夕阳。少年回头望向我，还不快跟上？那路灯记得谁难忘？
那路的尽头谁在唱？谁长眠在望？谁总失望？却更多的谁在盼望？那黑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的尽头天将亮？那长眠在望？不管真相，如果你心是种信仰，谁又能怎样？谁又能怎样？你就能分享，你就能分享，你就能分享。感觉这个夏天就是挺累的，就是时间也是在越来越短嘛，时间。然后其实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就感觉这个夏天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珍惜吧。没什么想说的，就是感觉是最累的一个夏天，就是非常的疲惫，要准备的东西很多，然后要学的东西也很多，然后压力也很大，面临的困难和阻碍也比较多，具体就是这么样，然后还要来回奔波，就是比较累的一个夏天。这个夏天真的就是感觉特别的难忘，就是在我的人生成长经历上，就是感觉是缺少不了的。感觉这个夏天，第一次蝴蝶效应开始可能到现在吧，感觉经历了很多东西，也看清了很多东西，也知道了很多东西，也知道了该去怎样做一些事情。觉得今年的夏天真的是比较展现拼搏和坚持这两个精神的一个夏天。可能上一次就主要在拼搏，因为上一次舞台呢，大家可能准备时间比这次要充分大概1.5倍嘛，在一些节目上还能多发发力，多使使劲儿。然后在这一次呢，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上一次到这一次舞台筹备中间只休息了1天，中间有1天飞行时间，然后第2天休息1天，然后就又开始进入这一次舞台的学习。我觉得这就比较考验人的韧劲儿，所以说能体现坚持，就是谁能坚持下来呢，谁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吧。今年夏天绝对是除了出道的那个夏天第2难忘的夏天，也是对于我成长来说是这么一个阶段，算是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夏天对于我自己的成长来说，我觉得会比以前快很多。就是我青少年这个阶段，这个夏天确实会比较难忘。我觉得今年这个夏天是一个忙碌的夏天，16了，感觉长大了1岁，但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应该是过了那段很亢奋的时期之后啊，这段时间应该都差不多，就是青春期过了之后，可能15、16、17都差不多，可能到18岁的时候可能才有一点变化吧，我也不知道。感觉这个夏天让我成长了很多，但是很辛苦，就很多事情吧，因为忙得有点喘不过气儿了。然后呢，我也想对这个夏天说，你真的很累，能不能让空调回家做，不要来这儿祸害人呢？
第一点，木之城你很棒。首先就是中考，又兜兜转转又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很棒。然后第二点就是回来参加演唱会，就你也很棒，就是感觉在舞台上放开了，但也没有完全放开，希望你可以更放开一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大家又在一起了，又聚在一起了，然后享受着最后一年的时光。这个夏天啊，其实也发生了太多值得回忆的事情，也有几件事情呢，就是非常难忘。所以说，希望你好好的记住这个夏天。不知道吧，就是感觉是一个很特殊的夏天嘛，因为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呢，也是开了好几场演唱会，可能就是心理上有一些变化吧，因为见识到了更多的事物，可能是这样子。这个夏天挺难忘的。经历了很多，然后感觉这2018年的夏天是最美好的。那就给这个夏天说拜拜吧。感觉这个夏天过得很快。之前人们传了一句话叫什么？我具体忘记，应该好像是，就是感觉时间过得越快，做的事情越多吧。这个夏天确实是感觉非常紧张，因为一个夏天就筹备了2场演唱会，然后给的时间也挺短的，然后再就是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呢，可能是我稍微长大了那么一点。是一个好的结束，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就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阶段的开始。参加出道战之前那个阶段和参加出道战的参加出道这一系列的开始。今年这个夏天呢，感觉有很多地方做得不是很好，然后想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自己努力就行。